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。今天呢，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关于模特儿的另外5件事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喽。一般人不会知道，演出之前其实有非常多前置的时间呢，是我们的工作时间。例如试镜，再来是定妆、彩排，第4个才是工作日当天。所以这4个如果整个加在一起的话，其实我们的工作是一定会超过12个小时以上。对，就是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说，哦，我们只是去走个路，然后很快就结束了。没有。试镜呢，第一个我们要付出我们的时间，快的话可能半个小时，但是慢的话可能会拖到2个小时。然后如果是广告的，那个是走秀的试镜哦，还比较快结束。但是如果是广告试镜的话，因为广告试镜是可能好几十个人，比如说30-40个人，或者是上百人选出1个角色或2个角色，那个名额非常少，所以广告，而且广告试镜又需要演习，所以广告的话就是试镜的时间会更久，那有可能会等待3-4个小时或者4-5个小时以上，就是为了在那边排队，然后等到自己去面试这样。被定被选中的下一步呢，就是去定妆。那定妆是干嘛？定妆分2个派系，第一个就是走秀，还有什么记者会巴拉巴拉巴拉，就是活动派的。再来第2个就是广告，通常走秀都会选一批人出来，所以我们在走秀当下就是要很多人去试穿衣服，然后穿脱，然后还要看秀导那个衣服要怎么排，然后人要怎么站什么的，就是有非常多的细节，在这里就不多讲了。如果想要听细节，之后再跟你们分享。走秀的定妆呢，通常快一点的话，1个小时算最快的，然后2个小时算是一般般，就是不长不短。然后只要是一个秀，然后定妆超过2个小时以上的话，那就算很久。像走秀，我们就是穿衣服而已，彩妆跟头发是不需要定妆的，但我们就试衣服。但如果是广告的话，会更麻烦一点，像什么广告啊、MV 啊，就是动态的演出这种，他们的定妆呢，除了定全身的衣服以外，他们会定发型，还有彩妆。所以他们会3个东西一起定，这个定妆的时间会更久。这种久的程度呢，是有一点难以想象的，因为有一些人，我有听过有人定妆定了5-6个小时，就是一个广告。毕竟广告的演出的成本会，你知道，比走秀来的大非常多，所以他们定妆的方式不一样，花费的时间也不一样。然后再来是彩排，彩排的话，其实通常会跟演出的当天合并在一起，就是我们会在演出的前几个小时，然后到现场，然后彩排什么的，然后还再来是化妆，然后弄头发。彩排的时间多寡呢，基本上就是要看模特儿到底有没有，当天彩排的时候就是有达到秀导的标准和要求。基本上彩排，快的话是1个小时，慢的话，我之前也有看过，光彩排快要3个小时。有的事情，因为像有的时候一场秀可能10几20个人，然后它的走位很复杂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人会出现一些状况，比如说记不得或是走错。但如果撇除模特儿的问题呢，有可能是我们模特儿都走完了，然后客户看了不喜欢，他有可能会改灯光、改音乐、改什么流程、改什么定位什么的。如果客户后来有在改表演的那些流程的话，就有可能花更多的时间要去彩排这样。那至于广告的话，广告不太需要彩排，广告就是定妆完之后就直接上场。然后再来走秀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表演当天，就是上秀那一天。上秀那一天呢，通常我们都会提早大概至少6个小时到我们的工作现场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要彩排。第2个，我们要化妆。第3个就是我们要做头发。对，像我们做秀那种妆法，不可能5分钟完妆，10分钟搞定。真正专业的人，他们会知道怎么样可以达到那个舞台效果。所以当天工作日也是花很多时间。所以你这样算一算呢，是不是也超过12个小时了呢？再来呢，模特儿的基本配备，除了我上次跟你们讲的那些东西以外呢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最大宗而且花最多钱的地方，就是鞋子。你们可能以为我们工作的时候都什么东西都不用带，然后穿场上的衣服，穿场上的鞋子，妆给化妆师画，头发给发型师弄，就是无事一身轻的那种感觉。这整个就是一个超大的迷思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其实，在台湾的市场呢，我们出去走秀的时候，90%的秀都是没有附鞋子的，我们都必须穿我们自己买的鞋子。
所以我们进入模特儿这一行的时候，要投资非常多的钱在买鞋，还有买那些基本用品，而且那些都是消耗品，坏了就坏了，坏了你就必须重买一双。好在要跟你们介绍就是买什么鞋子之前呢，我想要先跟你们讲关于高跟鞋的一些简短的简称。一个呢，我们会把高跟鞋，黑色的包头高跟鞋，简称为黑包高，对，就3个字。那如果我要一个裸色的包头高跟鞋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裸包高。那如果我要一个白色的包头高跟鞋呢，就是很简单，是什么？对，就是白包高。除了包头高跟鞋有这个简称以外，还有凉鞋。那黑色的高跟凉鞋要怎么讲呢？叫做黑高凉。白色的高跟凉鞋要怎么讲呢？就是白高凉。那金色怎么讲？就是金高粱，没有错。所以呢，现在你们学到了2个包高高粱，好，不要误会，不是金门高粱，就是凉鞋。好，解释完这个之后呢，我就要跟你们讲模特儿最基本的，我们要自己准备的一大堆鞋子有哪些。首先呢，我想要跟你们讲，我们投资在鞋子上真的是花了一大笔钱，然后尤其是看我们那种身高比较高，或是脚特别大，可能40号、41号的那些人，我们都只能买专柜的品牌，然后有一些品质比较好，可以走比较久的，也都是专柜的品牌。然后便宜的，我跟你讲，便宜的也有好走，可是真的比较少，要慎选这样。你们如果想要进入这一行，记得要先去打个工存的钱这样子。好，再来进入重点。首先我们就是要准备，如果是包头高跟鞋的话，就是黑包高、裸包高、白包高。那白包高跟裸包高是择一就可以了。那黑包高的话，绝对是必备的。凉鞋我们就要自己准备比较多款颜色，那一定会有的就是4个颜色：金高粱、白高粱、银高粱跟黑高粱。而且这4个就是春夏秋冬都可以配，这样子非常好用。还有我们要特别准备的就是踝靴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走秋冬的服装秀呢，我们也要自己准备靴子，有没有很麻烦？我跟你讲，还没完哦，还有其他的。是白色运动鞋、休闲鞋，我们有时候也会用到，因为我们可能要走一些运动或是休闲的那种 T 恤的服装，我们也要自己穿那种鞋子。然后那个白色的运动鞋，通常我就是会买一双起来是放着，就是只有试镜的时候才会穿，还有工作的时候才会穿，因为白色的很容易脏嘛，所以我就会把它供在那，像你知道供我家的猫一样。你看这样子加一加，我们是不是你知道就是准备了至少10双鞋子呢？所以做模特的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花一大堆钱在鞋子上。然后呢，再来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一定要跟大家澄清一下。很多人就是以为做模特儿穿厂商的衣服、穿厂商的鞋子、用厂商的彩妆品，然后用厂商的发品，我们是不是都可以从他们那边拿到一些产品回家自己用呢？只有一个情况，我们可能会拿到厂商的产品，就是假如今天我去做了一个发秀，然后因为在那个做发秀的时间呢，我们要去做前置的动作，那发秀的发型通常都会是一些很 over 的发型，就像你们在那个时装周看到会有一些舞台上的那个概念性的衣服，那我们要顶的就是一个概念性的发型，你想不到的都会在舞台上出现，所以那些东西就算是艺术品，它在身上是不舒服的，然后偶尔呢，它有可能会弄伤我们模特儿，比如说弄伤我们的头发，导致我们后来的工作无法再继续做下去，这就影响到就是收入这件事情咯。然后再另外一个就是它有可能比如说剪到模特儿的头发，或是用了之后模特儿的那个皮肤过敏或什么之类的，经纪人那边就会要求厂商那边做一些补救的动作，因此我们才会因为受伤而拿到产品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厂商会非常非常的佛心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因为有一些厂商他可能请我们去之后做完这场秀，他们觉得太满意了，然后他们就可能会送一些小小的赠品，或者是小礼物给我们就会觉得真的很感谢他，因为毕竟这个是工作做好是我们的本分，然后让他觉得很满意，另外犒赏我们就会很感激他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不是每次都有好处拿，当然我们也要有功或者是有伤才会得到一些补救或者是犒赏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好，那今天又分享完另外5件事，但其实在就是拍摄这支影片的期间，我又有想到几件事情想要跟你们分享，但是凑不成5件和10件，所以
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有什么好奇的都可以问。那就是如果凑到10件或者是5件，就是一个整数，就是在发影片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就这样咯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期影片，拜拜。终于要来办抽奖，就是要来感谢你们啦。主要是就是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然后现在有越来越多人会就是跟我聊天，或者是你知道看到西瓜的产品的时候会私讯我，我都觉得好开心哦，我活在你们心里面，很感动。然后也很谢谢有非常多人给我一些实质的建议，还有鼓励，用小小的礼物来，就是贿赂你们，感谢你们。礼物有什么呢？我不会跟你们讲，我只会提示，因为我希望你们拆开来是有一种惊喜的感觉，就是惊喜包，可以挑一些我喜欢的产品出来，例如唇膏，然后例如底妆或者是眼影，然后还有刷具。那这些东西呢，有开价的，也有专柜的，然后有一些跟这些东西，就是我刚才讲的化妆保养无关的呢，是我从国外买回来的，就是我想说啊，这个东西好可爱哦，希望我的粉丝会喜欢的时候，就是抱着这个心情买的哦，所以就是把这些东西组成一个惊喜包，然后有5个名额，希望可以送给你们。那要如何参与这次的抽奖活动呢？第一个就是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再来呢就是订阅我的粉丝团，在资讯栏下方你会看到一个连结，请你点进去，它就会连到 Facebook， 然后请你在这个贴文上面呢，就是公开分享这一则贴文，再来在留言的地方呢 tag 2个朋友，然后随便问我一个问题，随便一个问题，你想问什么都可以。这样，这个活动的话，可能只能仅限于台湾地区，我怕别的地方就是我会寄丢。详细的活动办法我都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，如果有我讲解的不清楚，可以在下面观看，你们可以踊跃参加，然后就是把它带走，就是那一堆就是你们的。再次感谢订阅我的人，然后给我鼓励的人，接下来也请多多指教。